收益的部分呢，我直接开后台给你们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全全。今天这集我来聊一下稍微比较现实的话题，那就是在台湾做桌球的 YouTuber 到底可以拿多少钱，到底可以赚多少钱。如果你有想要成为创作者的话，那就不要错过这支影片。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。那我们先来聊在台湾做桌球 YouTuber 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吧。首先，桌球在台湾的受众本来就不是很多，打桌球的人就已经不多了，那实际上会看桌球影片的人更少了。就影片即使你做的再好，观众量也很难像打电玩、做美食、做开箱，或是做旅游之类的那些频道可以起飞的这么顺利。通常桌球这种内容不太会红啦，除非你走超娱乐化，就像某个日本的桌球 YouTuber 有看过的应该都知道我在说谁。要像他那样就是做搞笑的，即使你不打桌球也看得懂的那种小短剧啊，你才有可能出圈啊。拍桌球影片其实没有这么的简单。那在拍影片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找场地，要找陪打，要有个脚架，还要调角度。也不是说在球馆架个脚架就可以了，因为酒馆通常背景会比较杂乱，收音其实还有蛮多的杂音的，那些都是要特别去处理的。拍回来还要自己剪，自己想脚本，自己上字幕，还要做封面，那些全部都要自己来。但我是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预算，所以我只能自己来，我没有外包给其他人，边做边学，慢慢摸索这样。我觉得最难找的部分是陪打，那真的超难找的。首先你就是不能程度太低的，也不能高过自己太多的，不然影片就没有什么可看性。而且还要找愿意配合拍摄时间的。这边如果有台北地区的朋友想要一起拍影片的话，欢迎敲我。我大概需要1到2位固定的陪打伙伴，除了可以一起练球、配合拍摄内容，也可以优先体验我最新的 NTR 或是颗粒的胶皮。桌球的主题其实非常的小啦，就像是你反手要怎么弹啊，你正手怎么进攻啊，拍来拍去，你会发现其实也就那些技术这样，题材很快就会重复了。它不像游戏啊，每个月都有更新，或是3C 啊，每季都有新产品这样。桌球可能1年就出个1、2个值得讲的东西，如果没有热忱的话，其实做这一块也很容易就倦掉了啦。不是你拍每一部影片都会有赞助这样，多数的桌球品牌其实没有太多的行销预算，所以呢，他们通常都是以互惠的方式，就是我寄胶皮给你，你帮我试打做开箱，很少会直接给钱的。其实我的很多开箱影片基本上都是自己花钱去买的，你要自己去谈合作，自己去扛压力，所以到现在我拍影片基本上都是用我自己的钱在补贴的。收益的部分呢，我直接开后台给你们看。这个是我做 YouTube 到现在，它虽然这边写2017年，但其实我并不是从2017年开始的。我看一下哦，我这边大概是从2024年大概2、3月的时候开始做，到现在只有$518，那换算成台币大约是15000元，差不多15000元。那你们要想哦，我拍一个影片开箱一张皮就2000多块了。我到目前为止我开过几次开箱，这样有没有划算？大家可以参考看看。有些影片看起来表现不错，但实际的收益这样看下来，其实还没有办法抵过你一张胶皮的钱。好比说我最近拍分享技术的影片，那你如果拍得太生硬的话，其实那会让人看不懂。可是如果你太简单的话，大家又会觉得你不专业。其实观众都是这样的啦，即使你拍得再好 ，YouTube 也不一定会推你，因为 YouTube 更喜欢推像游戏啊、美食啊、旅游之类主题的频道，或者是政治。那讲了这么多，也不是抱怨啦，只是分享给大家知道，我是真的喜欢桌球，喜欢创作，我才会继续走这一块。但同时我也只是一般的上班族而已，平日白天还要工作，晚上才有时间写脚本、剪片或是回讯息。
如果你也想当创作者，那我这边提醒你，这条路真的不好走。你真的必须要非常热爱桌球，热爱创作，绝对不能期待靠这个赚钱，这一定是赚不到钱的。那我会拍这些影片，也不是觉得我有多厉害，因为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觉得我很厉害。我只是觉得像防湖、颗粒这种冷门的东西，它值得被留下来。那谢谢你们看到最后，还有什么主题想要聊的，可以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那我是卷卷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